你可知三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？别的世界？在我来的那个世界，一对相爱的人，最多不过携手几十年光景，而你我已经缠绵3生。这些年与你相知相爱，我已经很满足。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司马乔，你抱紧我。只是轻微脑震荡，可以留观一下。如果病人自主醒来，可以办理出院手续。记得提前联系家属来接，稳妥一些。好的。这一切就只是个梦吗？哎，来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丽丽姐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这是我们公司的策划方案，首先是景区介绍。
出来吧。如今连我的话都敢不听了，蠢蛇！师祖，您都想起来了？您的法力也都恢复了吗？仍旧是肉体凡胎，有些微弱术法罢了。所以有件事要你替我去做。师祖尽管吩咐。我要下一场雪。自从我以血滋养灵火以来，便开始频繁做这样的怪梦。这究竟代表了什么？燕夫人，杀害思贤贵人的真凶已经找到了。您可以出狱了。是陛下找到的。难道他抓住了右眼？不可能。具体的，燕夫人不如当面去问陛下。请。难道他已经回忆起来了？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，几世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听言。我在失去记忆的这些年里，
没事吧？无碍。再这样下去，庭燕就要发现了。少多嘴。人人向往的灵火，真不是样好东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现在生活如此悠闲，这都靠宗门护佑啊！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天燕徒儿，今日在古雨屋过得可还顺心啊？很久没有这么放松了。古雨屋虽在魔域之地，却与魔域无半分相似。为师出道时，亦觉得不可思议。要是一直能在这种舒适宜人的地方生活，真好。阿燕，你若是喜欢这里，我可以一直陪你。干嘛？不找你那心上人啦？我从未停止过寻他，并且很快我便能寻回他了。恭喜！若是你能找到他，把他带到这儿来生活，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很快你就能明白了。师傅，徒儿感觉有点醉了。来，快些回去休息。为师也吃的差不多了，等会儿便回去了。好，慢点啊。开心点嘛！我看阿燕和师祖十分的般配。况且阿燕明显已经对师祖动心了，你不会看不出来吧？风起啊，我劝你呢，还是与阿燕一直当朋友，这样最好了，真的。谁输谁赢，现在还不一定呢。糊涂啊，真糊涂。红罗，你看那边，今晚的月亮很漂亮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走一走？唉，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你这是答应我了？酒量变差了吗？怎么半壶就喝成这样了？阿燕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可能有点喝多了，不太清醒，甚至莫名有点冷。那阿燕，你觉得这里熟悉吗？古雨屋啊，是挺眼熟的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你曾经真的来过这里，只是你忘了？你要是不记得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对不起啊，风起，我可能喝多了，有点不清醒，
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啊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四处走走，清醒清醒。玩的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师兄他们种的菜、烤的肉都很好吃。你的手好暖和。醉了？没有，喝的不多。你为什么总是看我一会儿就笑啊？以前也这样吗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就是有吧。你也是。虽然很多习惯看似变了，可我依旧觉得，你还是原来那个你。我还以为这18年的魔域经历，已经让我彻头彻尾的换了个人。只要神魂未灭，不对，即使神魂重生，我也有信心认出你。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副自信的样子，我也有信心能一眼认出你。寒风月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是谁？还是被识破了。你是何人？石千缕的洗魂术果然高超，你们竟然忘了自家的主子！见过鬼爷。我们来的，从来都不是什么古玉屋，而是魔域的中心——白骨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究竟是谁
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们骗来此处。能在白骨园翻手为云的，除了魔主和明丽之外，别无他人了。国师啊，这司马教倒是不容小觑。这古雨雾乃是我们联合尸仙侣的洗魂术，一起缔造的幻境，可谓天衣无缝。如今也被他识破了。无妨，既已引得司马娇和廖廷燕来到白骨院，那么一切尽在我们掌握。没错，那条寒鱼还带着他的护心骨所做的防御法器，定不会料到您这一石二鸟之计。寒鱼带着护心镯，寒气便以此镯反噬给司马娇，令其功法大大受限。若是寒鱼想救司马娇，而脱下护心镯，就会给我们留下机会落入我们手中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廖廷燕带来此地炼化灵石，我们便可一举击杀司马娇驱邪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你怎么样？无事。想必明丽的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，你先随念九离开这里。魔域的人恐怕会倾尽全力对付你，你一个人怎么能够？我去接应红罗，念九与你同去。我现在比以前厉害了，你别小瞧我。况且我还有你送我的脚镯呢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等我。司马娇，今日在古雨雾休养的可好？少废话！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！师祖，体验体内的寒气，可以借防御镯上的护心骨反噬您的修为，限制您的功法。红罗，红罗，阿燕，阿燕，此地有变故，你没事吧？这一切是不是在你的计划之中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我只是担心你，是不是你联合魔域之人跟尸千旅诱我来此古雨雾幻境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绝无害你之心，我只是想唤起我们之间的记忆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你的寒玉姑娘。廖廷燕，你如今真是出息了。口号越往里的苍穹，
你现在是不是算彻底好了？我上次进你灵府，发现里面好糟糕。要是换成一般人，是不是早就疼死了？我是一般人吗？那便是没事了。都怪我，非要娶什么顾玉武，是我太天真了。在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样的桃花源呢？痴心妄想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待我将仙魔两界的脏东西都清除干净，你去到哪里都是古一物。你是要一统仙魔两界？问过魔域老大的意见没有？我的道侣是魔主，我不应该担心此事吧？我这只是捡来的魔主，没有实际话语权的。他们让我当魔主，不过是因为我体内的魔丹，表面上看着听我的话，实际上还得看我表现。魔域就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。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，便是至强之人。魔域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我会为你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便好生做你的仙羽。你这般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我觉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，打起来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要不我们搞个仙魔两族大融合，至于那些顽固分子，留着慢慢整治便是。听你的。老规矩。动作慢点。请客喝酒。你们保重。丁彦，可还好？好了一些，但是魔丹上还是有魔气存在，仍然有被控制的风险。有缘只剩下一丝残魂，不足为惧。我将会闭关1个月，待我出关，你的魔气便会消散。怎么要这么久？为何不先成亲啊？
你之前不是也很想快点成亲的吗？难道是我体内的魔气难以驱除，或者是你白骨渊石受的伤又复发了？司马娇是谁？司马娇是庚辰仙府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师祖。那你便将心放好，待我出关，我们便成婚。好。司马娇，你赶紧把你脑子里想的那玩意儿掐灭！你要去死，可不要拉上我！你如今跟他学的越来越像了，竟敢偷听！师祖，连火这话什么意思？何时轮到你来质问我？哪怕今日念酒以下犯上，也要向师祖问个清楚。你们真的以为雷火能彻底将他治好吗？只是暂缓灵火对他生命的消耗罢了。师祖，那你如何还能好起来？什么好不好的？好不了。他若不是自己找死，至少还能活个7、80年。如今他是1年都不想活了。你胡说八道！师祖和庭燕的日子过得逍遥着呢，怎么会不想活？师祖还要为庭燕净化魔丹呢。净化魔丹。你这个城主没白当。袁公主，你昨日是不是又在偷偷秉烛写公文了？袁某昨日闲来无事，便提前把这5日的公文草拟了一下。我在仙魔2界制定的规矩便是，每日40晨工作制。你们若不以身作则，如何让百姓追随效仿？按律行事。公主请息怒，袁某知错了。诸位可听到了？若是违反40晨工作制者，一律削减半年俸禄。弟子遵旨。若无他事，那便退朝吧。公主千秋。
公主如此忧思，会伤身体。当年，师祖为了净化阿燕体内的内丹，不惜燃烧自己的血肉和灵魂，将炼化的灵火注入到她体内，让她坐稳了如今这仙魔共主之位。这份情，她又如何能忘？师祖有情，公主有意。师祖为公主，不惜以血肉炼化灵火，以净化魔丹，导致修为和神魂尽散。公主为让师祖能留下一线生机，不惜强留下师祖的一丝神魂，以秘法祭魂托生，但没有师祖完整的神魂作引，她体内的魔丹也未能彻底清除干净，而她也得日夜地受着灵火的灼痛。师祖的灵魂被烧得只剩一缕，而公主身边又没有找到合适的胎体融合，只能将这一缕神魂放归于天地间，自寻生路。我们阿燕如今也不知道她的师祖身在何处。国师，这碗药定要让他喝下。我们难解他心中之苦，至少可以缓解他身体上的痛苦才好。叫你找人，不是抢人。主上，这位女郎是自愿来的。自愿来的能哭得像死了夫君一样？陛下，此女竟然知晓您的身份。他为何无端入我梦中，惹我倾心？又为何会如此巧合，在此地出现？他出现的实在蹊跷，我不能因为那梦就疏于提防。